你用普通的 A4 紙做一把帥氣的龍牙刀，它是金色的，刀身還布滿了龍紋圖案。拿一些 A4 紙把它們橫着粘貼到一起，變得長一點，量出3.5厘米的寬度，涂上膠水，折疊压平，重複這個過程就能得到厚厚又結實的鍛造材料了。畫出簡單的匕首形狀，用美工刀把它切下來，注意看刀柄的位置，以它為模板，在另外一份锻造材料上畫出2個一樣大的，切下來以後粘到刀柄的2側，把它加厚一點，拿出一塊邊角料在上面畫個形狀，裁下來套到刀身上作為它的護手。龍牙刀的形狀有了，现在開始做它的細節吧。刀身上切出斜坡，模擬它的刀刃，切掉一些紙張，把凹陷的結構也做出來。下面就可以開始塗顏色了。龍牙有着金色的刀身和銀色的刀柄，等顏料晾乾就可以給它畫圖案了。布滿刀身的龍紋，咱們用压痕的方式压出来，既好看，質感又棒。好多同學投稿的龍牙刀大小和質量都很棒，拿在手裡剛刚好。還想看我做什麼？歡迎帶圖片留言哦。用紙張來做一把暗區的蒼穹利爪，這也太好看了吧！把 A4 卡紙分成高12厘米的紙片裁下來，準備10幾張就夠了，然後把它們粘到一起。至於怎麼粘，可以看以前的視頻哦。粘好以後就得到一塊非常結實的鍛造材料了，它的厚度會根據紙的厚薄而不同，這個沒有關係。在上面畫出蒼穹利爪的大致形狀，這些陰影部分都是要摳掉的。要用這麼大塊鍛造材料的原因，因為要做一體化的刀身，把它切下來，這塊大的邊角料還有用，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，以它為模板，在這個邊角料上再畫一塊出來。這裡陰影部分的這個朝向呢，和原刀的朝向是相反的。把手柄部分也切下来，把這個手柄從中間撕開，它是由紙組合而成的，所以撕開來是非常簡單的啊。这個手柄呢，先不要粘上去，先把它的另外一個配件做好。邊角料上裁一個形狀下來，這個零件是放在這個位置的。開始給零件分別進行上色了。這把刀的整體塗成金色，手柄也要塗成金色。我在這些位置留了空白，這是為了給它塗上藍色。塗上藍色就好看多了，並且把它們晾乾，把它們組合起來，手柄粘2側，再把這個小零件也組裝上去。蒼穹利爪，金色爪刀搭配藍色點綴，有沒有一種埃及法老的感覺？想看我做什麼？趕緊帶上圖片，在我評論區留言。用紙來做一把暗區的噴氣刀，它還有一個名字叫防沙刀，顏色非常好看。為了降低制作難度，咱們用到的是 A4 大小的卡紙，在上面標出4厘米的寬度，把它們一條一條裁下來，多裁一些這樣的長條，開始粘貼。先塗固體膠，再粘上去，再用板子把它壓平。重複這個過程，粘到我們需要的厚度就可以了，這樣就能得到寬4厘米的結實厚實的鍛造材料了。我做了一個厚的和一個薄的，在厚的這個鍛造材料上面畫出防沙刀的刀刃部分。薄的這一張上面，咱們畫一個小一點的，把它們都裁下來。現在我們把小的從中間給撕開，撕開來以後，我們就得到了3個零件啊。把這2個小的粘到這個大的2側，咱們就得到了一個帶鯊魚鰭的刀刃了。再拿一張紙，從中間給它裁開，把裁下來的2張粘貼到一起變長，給它塗上膠水，再把它捲起來。這個紙棍子一會兒是要用來做手柄的，在上面畫一些橢圓形的孔，給它裁掉。為了讓它更加的好看呢，我們再撕掉幾張紙片，做出這種凹陷的感覺，這樣是不是更加的好看了？組裝這個手柄之前呢，我們還要做幾個小零件。剛才剩下的鍛造材料上切個圓下來，比手柄稍微大1圈，再有一小張紙片捲一個細棍子。咱的紙棍子呢，不用太粗，它的粗細能塞到這條縫裡就行啊，裝到這個圓片中間，再把手柄粘到圓片的另外一端，接着把細棍子對準刀刃的槽，把刀刃裝上去。防沙刀還有一點點細節需要完善。細節1，這是細節2，拿一根牙籤把它連接，這個零件是可以活動的。細節3，再捲一個紙棍子，捲個短棍子作為氣瓶，塞到手柄裡面。我後面是加粗的啊，所以呢塞進去以後就不會掉出來了。細節滿滿的防沙刀，現在給它塗顏色。刀刃部分以及手柄凹陷處給它塗成金屬色，中間位置塗上橙紅色，在孔洞附近也塗一圈。手柄的其餘部分給它塗成藍色，護手給它塗成黑色，瓶子也要給它塗上顏色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再給它壓上一些條紋紋理做裝飾。豆包，這是我做的暗區的防沙刀。這個 A4 紙做的防沙刀還原度很高，紅色鋸齒刀刃像鯊魚牙，藍色鏤空手柄還藏着可抽拉的氣瓶，開合機關也有模有樣，把遊戲裡的硬核感全做出來了，細節到位又帶勁兒。
你用没用的草稿紙做一把大家投稿的暗区突围開山刀，把草稿紙粘在一起變長，塗上固體膠，折過去再壓平，重複這一個過程就能得到結實的鍛造材料。做開山刀當然是越厚越好，畫出帶柄的刀把它裁下來，這兩個地方要刻出凹槽來哦，給它邊緣塗上膠水加固一下。刀背的位置用美工刀劃一下，撕掉幾張紙，做出凹陷的感覺。剩餘的邊角料就拿它來做一些小配件，粘到手柄上，給手柄纏繞紙條加粗，剪出波浪形的紙條粘上去，這樣可以方便握手哦。然後給開山刀塗一個黑色或者灰色，整體都塗滿顏色哦，塗一丟丟金屬色，讓它更加的仿真。草稿紙做的開山刀也有了金屬質感啦。這把暗区的開山刀我做的很厚實，非常穩重的感覺，握把處貼合手指的設計，拿在手上很棒哦。如果你也喜歡我做的小手工，記得給我雙擊屏幕點點讚哦。教你用没用的草稿紙做暗区突圍名刀繡春，這是一把刀身纖細的繡春刀，非常的帥。給草稿紙塗滿膠水，捲起來，捲出第一根紙棍子，把它壓扁以後，往裡面塗上膠水，再壓一次，就得到一根結實的鍛造材料。畫出長長的刀身，去掉多餘的部分，給它的邊緣塗上膠水晾乾，這樣能變得更加結實。用美工刀劃幾下，撕掉幾張紙，就能做出凹槽來了。接着讓我們捲出第二根紙棍子，同樣把它壓扁，畫出刀柄的樣子，裁掉多余的部分。你看裡面是空的，我們可以把刀身裝進去，拿一塊做其他紙兵器的邊角料，裁下細長條，分成2半，粘到刀柄的位置。細節一點的同學可以把它剪成锯齒狀哦。刀柄位置的細節也要做起來哦，幾個位置撕掉紙片，做成立體效果。接下來用同樣的方法，我們捲出第3根紙棍子，把它壓扁以後，用它來做刀鞘。按照原型呢，這裡要刻一條凹槽，末端要纏繞上紙條加粗，粘一個帶孔的紙片做配件。這裡是可以穿上佩戴用的繩子的，這一端呢纏繞上厚厚的紙條，這樣就可以在上面刻出十字形的凹槽了，做仿皮革的效果哦。繡春刀的大致形狀出來了，我們給它塗上顏色，整體呢就塗一個黑灰色，刀身、刀柄和刀鞘都塗上顏色。晾乾以後做进一步的細節，用鉛筆在刀柄畫出細細的龍鱗，在刀鞘畫滿大一點的龍鱗，在刀身和刀鞘貼上大寫的龍字印章。這把名刀繡春是以古式繡春刀為模型，把刀刃做得更加的細長，看細節也是相當的精緻。因為是用草稿紙手工制作，所以它的刀鞘非常的貼合它的刀身，拔劍归鞘都非常的舒服。如果你也喜歡我做的小手工，就双击屏幕给我点点讚吧。这是用紙做的野戰折刀，用 A4 紙能做出這樣的效果真不簡單。拿一些 A4 卡紙，把它分成5厘米高度的長條，像這樣的長條我們多裁剪一些，塗上固體膠，把它們一張一張的粘貼在一起。拿一塊板子把它們壓平，把所有的紙條呢全部粘貼到一起，就能得到一塊非常扎實的鍛造材料啦。在上面畫出折刀的刀刃部分、刀柄部分，要用美工刀沿着線條去劃，就能把它取下來。裁下來以後，我們就得到這2個零件，現在要把它变成3個零件，拿出手柄，從中間把它撕開。刀刃的尾部以及手柄的前端都有小孔打好了哦，我们把小孔对準了，組裝一下，塞入一小節棍子，連接點要塗上一點點的膠水，加個紙片粘上去，把它遮擋一下，能讓這個刀刃折疊。把它折過來，剪一塊剛才的邊角料，把它粘到這個裡面啊，這樣折過來呢，就只能折到這個角度啦。這是野戰折刀的第一個線位，接下來我們還要在這個位置做個線位，把折刀給打開到正常角度，再用一塊邊角料粘上去，這個線位能防止折刀過度的折疊。折疊打開，在這裡撕掉幾張紙片，在這裡也撕掉幾張紙片，就可以給它塗顏色了。刀刃部分就可以把它塗成黑色的，給手柄塗成銀色的，在手柄處畫上一些線條，它就變得更加的精美啦。野戰折刀它能夠輕鬆的開合，給我點評一下。從結構上看，折疊關節設計得非常巧妙，開合時刀刃和卡槽嚴絲合縫。塗裝方面是最大的亮點，黑色啞光刀刃和銀色金屬拉絲刀柄形成強烈對比，刀柄防滑區的格紋線條筆直細密。最讓人驚喜的是，你用顏料做出了金屬的光澤和厚度，讓這把紙折刀擁有了不輸真實刀具的質感和視覺衝擊力。